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在当地时间10号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岸田举行美日领导人会晤。据报道，双方将大幅升级日美安保条约，从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深化日美同盟，谋求两国所谓全球伙伴关系。这是日本首相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美，期间岸田文雄还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全英文演讲，他正为此苦练英文。当地时间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夫人岸田裕子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是日本首相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上一次是2015年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美日媒体调门起得很高，渲染岸田此次访美是历史性的。日经新闻网指，国宾待遇是最高级别的外交礼遇，与以首脑会谈为主要目的的普通访美不同，包括欢迎仪式在内，此次将安排向日本国内外展示两国重要关系的仪式。当地时间9号，岸田文雄高调前往华盛顿近郊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这座公墓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旁边，从1863年开始作为军人公墓使用。公墓内安葬了2名美国总统塔夫托与肯尼迪以及多名5星上将。按照美日媒体的说法，岸田此行是为了纪念在2战中英勇奋战的日裔美国士兵，但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座公墓内埋葬了多名2战时期著名的美军将领，其中不少人曾在亚洲战场与日军正面作战，例如曾在2战期间与中国空军一同抵抗日军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就长眠于此。当天，岸田文雄还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岸田重申，美国和日本相互投资会令两国经济关系更加深化且不可分割。美国微软公司随后也宣布将扩大与日本政府的合作。9号下午，岸田文雄与夫人一同前往白宫，在第2天正式会晤之前进行简短的交流。拜登以及夫人在门口迎接，双方亲切握手并合照。日本共同社称，岸田向拜登赠送了传统工艺轮岛图的咖啡杯和圆珠笔，岸田裕子则向拜登的夫人吉尔拜登赠送了富山县高冈市传统工艺高冈铜器的饰品。作为回礼，拜登夫妇回赠了北美大陆原生木材制作的桌子，据称由日裔美国人在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经营的企业制作。此外，还赠送了附有美国代表性歌手比利·乔尔签名的石板和唱片集。随后，双方前往高级海鲜餐厅用餐。根据美媒报道，10号是岸田此访的重头戏。当天，岸田文雄不仅将与拜登举行正式的会晤，白宫方面还会设国宴接待岸田夫妇。据悉，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5次设国宴接待外宾。此前，拜登曾在此接待澳大利亚、印度、法国和韩国领导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由于拜登致力于推进印太战略，试图强调美日之间的牢固联盟，白宫在此次接待安排上花了大功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8号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的专访时，大肆宣扬岸田文雄此次历史性访美，表明美日同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We are prepared, as Japan is, to take a step forward in enhancing our operational command in Japan and in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tegrating our operational command with Japan's, because we have to be able to work jointly in a world of dynamic threats and challenges, in a region of dynamic threats and challenges,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that. 日媒也渲染称，由于两国所处的安保环境日益严峻，岸田和拜登将就有必要加强日美同盟达成一致，并就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与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合作方式展开磋商。据报道，在10号的美日领导人峰会上，双方还可能讨论允许美国火箭在日本发射，在日本为美国海军舰艇提供大规模维修等议题。作为岸田此行的亮点，当地时间11号，他将前往美国国会，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为了迎接岸田文雄，美国参议院跨党派议员团9号提交了一份确认日美同盟重要性的决议案，称赞岸田提高军费，认为日本朝着国家安保战略的现代化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日本共同社称，岸田将进行的美国国会演讲是特别的机会。最近只有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印度总理莫迪2023年在美国会发表过演讲。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岸田为了让此次演讲取得成功，不仅将和尹锡悦一样全程使用英文，还请了一位曾为美国总统撰写演讲稿的人，将演讲内容录音，让岸田跟读练习。美方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背后呢，其实包含了2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款待岸田，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岸田就任首相的这个将近3年的过程中吧，他其实做了很多的，特别是在军事安保方面做了很多的这种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包含了这样的一个向盟友和地区伙伴这个伙伴国树立典型的目的。但据日本时事通讯社透露，此次岸田的演讲将回避对2战的反省。报道引述日本外务省一名干事的话说，对往事的反省已经告一段落。相反，岸田将强调日美作为全球伙伴，应致力于为维护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而就在岸田启程访美的同时，日本舆论却被自卫队近日使用了大东亚战争这一表述而引爆。朝日新闻称，本月5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大宫驻地第32普通科联队的官方社交媒体发帖，介绍了该部队参加美日硫磺岛战死者追悼仪式的情况。帖文中将硫磺岛描述为大东亚战争最大的激战地区，并对为祖国奉献宝贵生命的美日双方战死者表示敬意。据报道，1940年8月1日，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外相谈话，大东亚共荣圈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日本战败后，美国禁止日本使用这一称呼，日本舆论对此感到非常担忧，有网友将此形容为日本帝国陆军复活。中国外交部9号对此回应称，有关错误言论不仅引发日本民众的警惕，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本国内存在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日本政府近年来反复的否定客观侵略历史，同时呢粉饰侵略历史，而且日本政府还这种反复的修改教科书等等，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日本自卫队产生了一个错觉，或者是一些人产生了一定的错觉，对于曾经的侵略战争没有这样一个客观合理乃至充分的认识，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日本国内包括周边国家的高度的关注和警惕。然而此次岸田文雄访美，两国刻意淡化了2战历史，也让外界深感担忧。